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之前咱们的节目中讲到了，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大力建设当中的 5G 网络。有的观众朋友们就好奇了，既然 5G 的通信范围比 4G 短了一大截，还需要大量建设新的基站，肯定也会非常的耗电。那么有没有什么更加高科技一些的无线网络技术，可以规避掉 5G 通信中的种种弊端呢？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个更加科幻、更加高科技的无线网络技术，正是来自于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 Starlink 星链计划。Starlink 星链计划是马斯克在2015年时推出的一项太空高速互联网计划。相比于传统的互联网结构，星链互联网最大的不同是它不需要依靠线缆来连接。马斯克计划利用自己旗下的 SpaceX 公司，将大量的互联网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其计划数量和设计功率可以完全覆盖全球所有的地区。这样一来，需要使用互联网的用户，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架设好信号接收器，也就是俗称的锅，就可以畅享高速互联网络。马斯克在 Starlink 发布会现场表示，这个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全球互联网通信系统。它的设计初衷主要是想结束当前世界上存在的网络封锁，并为全人类提供覆盖全球的全天候高速率低成本卫星互联网服务。马斯克希望自己的星链卫星能提供至少1GB 每秒的宽带速度，是目前主流家庭宽带的5到10倍，能够与 5G 媲美。因此也有不少人将星链互联网称为 6G 网络。根据马斯克先生的描述呢，在实现星链计划的第一步时，大部分的星链卫星会主要致力于为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比如沙漠、海岛和山区等等。人类的城市互联网服务还是主要依赖于由地面光缆提供的有线互联网连接。因此在今年4月份，星链计划开始正式试运营时，现存星链卫星能够服务的对象仅只有美国和加拿大两地的农村居民。事实上 SpaceX 最初的计划是在2050年之前在地球轨道部署12000颗近地卫星，其中包括550千米轨道的大约1600颗卫星，1150千米轨道的约2800颗 KU 波段和 KA 波段的卫星，最后是340千米轨道的大约7500颗微波段卫星。然而由于最初设计的星链小卫星功率太低了，于是 SpaceX 公司不得不将它的预定轨道从600公里降低到300公里。之后 SpaceX 公司在2019年10月份时提交给了美国 FCC 新的预案，准备在12000颗的基础之上再发射3万颗卫星，最终达到惊人的42000颗。这样一来，星链卫星就能拥有极高的网络覆盖率了。2018年2月22日时，借助于猎鹰9号火箭， SpaceX 将2颗小型试验通讯卫星成功地送入了近地轨道，之后又先后进行了16次火箭发射，将总计895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前段时间的试运营也正是利用了这些不断被发射进太空的实验卫星来做测试的。说起试运营，马斯克在年初公开的 Starlink 的套餐价格是499美元的设备和安装费，加上每月99美元的月租费。这里说的设备主要就是那台用来接收卫星信号的锅。这台接收器通体呈白色圆形，大小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底部带有一个支架，并且还有一个小马达，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动旋转倾斜接收器，使得接收器能够一直朝向高速运动中的星链卫星。至于速率，新闻中的描述是 better than nothing， 意思就是说总比没有强。同时也提到了带宽的范围可能是在50兆每秒到100兆每秒之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相比一下，美国的几大网络运营商的资费普遍都在70到90美元之间，比星链计划的资费便宜不少。而且
速度还都能保持在300兆每秒左右。可以说，按照目前星链计划的套餐资费，除非是地处偏远地区，基础建设薄弱，没有网线接入，不然老百姓们肯定还是会选择传统的有线网络。然而，即使说目前试运营期间的资费并不是那么的亲民，星链网络还是对人类的互联网发展和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优势的。比如说，截止到2019年春季，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数突破了1000人，而且目前还有源源不断的登山爱好者在朝着珠峰前进。然而，在珠穆朗玛峰山顶和下方营地的范围内，仅只有中国移动的信号覆盖，其他地区仍需要借助无线短波和卫星通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马斯克的星链就可以派上用场。由于接收器本身体积不算大，安装也很容易，登山爱好者们可以随大部队一起携带一只接收器上山，这样无论到哪里都能有网络信号连接，给家人朋友们报平安。此外呢，海上通信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海事从业人员的一大难题。目前，海事卫星组织 Inmarsat 几乎垄断了所有民间海上通讯业务，昂贵的使用资费使得这家公司在2019年时的盈利达到了15亿美元。而他们又提供了什么服务呢？最基础的通话功能，还不能保证时刻都有信号，以及慢到只有0.5兆每秒的上网速度，加载一张照片需要1分钟。在这种情况下， Starlink 一旦正式商用，用不了2年的时间，海事卫星组织就可以宣布破产了。另外，证券业也是一个对于网络速度和延迟有着极其高要求的行业。由于光纤距离的限制，全球各大证券交易市场虽然交易的是同一批商品，但是价格却无法做到完全的同步变动。比如说，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它们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远。虽然2家交易所共同出巨资建设了专用的海底光缆，然而依然有60多毫秒的网络延迟。而 Starlink 的卫星网络是在真空之间传播的，速度肯定是要比在光纤内的网络速度要高上不少，并且还能降低个20-30毫秒的网络延迟。虽然这个数字对于咱们听起来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然而对于证券交易所内的高频交易程序来说，有着非常大的意义。1毫秒的时间差优势就能给交易所带来数不尽的财富。因此 Starlink 一旦正式商用化，全球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必然会购买它的服务。我千万别买，谁买谁上当啊！其实呢， Starlink 并不是第一家提出卫星网络连接思路的公司。早在40年前，摩托罗拉公司就设计出了一款具有星间链路和星上处理能力的低轨通信卫星星座一星系统，面向全球提供移动语音服务。截止今日，一星计划共发射了66颗卫星，相比 Starlink 是少了很多。如此少的卫星数量，就注定了每颗卫星都必须要服务一个非常大的区域，为很大数量的客户提供服务。这就导致了使用一星系统通讯的用户常常感受到网络连接速度和质量不高，且成本还非常的高昂，最终选择放弃。目前依旧在使用一星系统进行通讯的主要是特种部队和某些特殊行业的从业者，而 Starlink 的出现一定会对这些用户产生巨大的影响。最后，据统计，目前世界上仍有3亿多人在外出时得不到基本的通信保障。每年43亿人次的航空出行中，通信网络是常常处在完全中断的状态下。上千艘豪华邮轮得不到任何网络服务保障，而且还有40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全球80%的区域是处于没有网络信号覆盖的状态。那么 Starlink 星链网络的出现注定会意义非凡。有的人认为 Starlink 会替代 5G 网络，成为下一代网络通信的主力，而我认为与其说替代，不如说 Starlink 是 5G 网络的一个补充，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当前世界互联网的完全状态。
5G 拥有更高的传输速度，但是覆盖范围却很低，且非常依赖基础建设。对于光纤无法到达或者无法建设基站的区域，5G 就完全无法提供服务。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通讯模式则提供了超大的覆盖范围，且不依赖任何的光纤基建。然而，在用户密度过高的地区，却无法提供类似 5G 一般的高速网络服务。因此， 5G 和星链如果互补起来，就是人类目前能够实现的最完美全球互联网通信状态了。生活在大城市里， 5G 通信设备依然是目前最佳的选择之一。而对于那些住得偏远一些或者生活工作的地点往往没有信号覆盖的人，那么装上一台 Starlink 接收器，感受卫星网络带来的便捷网络服务，就是这些人群更佳的选择。听完了这些，你会选择尝试一下 Starlink 星链卫星带来的全新网络体验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